台积电的护城河第一次出现了裂缝，三星2纳米制程密度已经超越英特尔 18A 约 20%， 这不是科技新闻，这是你必须立刻重新计算 TSM 持仓逻辑的信号。今天我不会跟你聊什么芯片性能跑分，也不会跟你扯什么人类科技未来，我只跟你算钱，算权力，算当半导体行业的绝对垄断第一次出现松动时，谁会赚钱，谁会亏钱，谁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因为抱着旧的认知不放，把过去3年赚的钱全部吐回去。如果你现在持有台积电或者正在考虑买入，这期内容会直接影响你的账户数字。如果你觉得三星永远打不过台积电，那你更要看完，因为市场最擅长的就是在所有人都达成共识的时候给你最沉重的一击。先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更相信台积电的垄断地位坚不可摧，还是相信三星这次真的能翻盘？不用犹豫，直接选。等你看完这期，你可能会回来改答案。过去10年，半导体行业的权力结构简单到可笑。台积电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苹果、高通、英伟达跪在下面求产能。谁能拿到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谁就能赢下整个市场。谁拿不到，谁就只能等死。这不是夸张，这是过去10年所有科技公司用血换来的教训。我们来看看苹果。从阿灵芯片开始，苹果就把所有的订单都交给了台积电。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苹果的 iPhone 在性能上把所有的安卓旗舰都甩在了身后。哪怕是三星自己的旗舰手机，用着自己的 Exynos 芯片，也打不过用着台积电芯片的 iPhone。再看看英伟达，英伟达的 RTX 30系列和40系列显卡全部由台积电代工。正是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英伟达才能在 AI 芯片市场上把 AMD 和英特尔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现在，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如果没有台积电，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还有高通，高通的骁龙8系列芯片从骁龙835开始就一直由台积电代工。虽然中间有过几次翻车，但总体来说性能和功耗都控制得不错。而一旦高通改用三星的制程，比如骁龙888和骁龙8根，立刻就变成了火龙，发热严重，功耗爆炸，被消费者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你看，过去10年整个科技行业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台积电手里。台积电说什么时候量产，产品就什么时候发布。台积电说涨价多少，客户就必须付多少。台积电说给你多少产能，你就只能拿多少产能。这就是绝对的垄断，绝对的垄断带来绝对的定价权，绝对的定价权带来绝对的高利润率。台积电的毛利率常年维持在 50% 以上，净利率超过 30%， 这在制造业里简直是一个奇迹。而 TSM 的股价也从2015年的不到2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200多美元，10年涨了10倍。所有持有台积电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台积电永远会赢，三星永远打不过台积电。这个幻觉有多强？强到只要有人说一句三星可能会追上来，立刻就会被全网嘲笑。三星，那个连自己的手机芯片都做不好的公司。别逗了，三星的良率永远赶不上台积电，台积电领先三星至少2代，三星永远追不上。这些话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我也听到过，而且在过去10年里，这些话都是对的。但问题是，市场是会变的，过去对的事情，未来不一定对。过去牢不可破的叙事，未来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崩塌。2025年就是这个叙事崩塌的开始。三星曾经不信这个邪，他们砸了几百亿美金，想要挑战台积电的地位。他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从设计到制造到封测，什么都能自己做。他们比台积电更有钱，更愿意砸钱。他们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业务来扶持自己的半导体业务。但结果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Exynos 2100号称对标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结果发热严重，功耗比骁龙888还高，被消费者骂成火龙王。Exynos 2200用上了 AMD 的 RDNA 2 GPU 架构，本来被寄予厚望，结果实际表现一塌糊涂，游戏性能甚至不如上一代的 Exynos 2100，连续2代旗舰芯片失败，让三星彻底失去了客户的信任。苹果把三星踢出局，所有的 A 系列芯片都交给了台积电。高通把三星踢出局，骁龙8根又重新回到了台积电的怀抱。连三星自己的旗舰手机最后都不得不改用台积电的芯片。三星 S23 系列全球统一使用骁龙8跟 For Galaxy，
不再提供 Exynos 版本，这对三星来说是奇耻大辱。一个号称全球第2大半导体公司的企业，连自己的手机都不用自己的芯片，市场很快就给三星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三星半导体等于垃圾，这个叙事深入人心。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三星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吗？一个砸了几百亿美金，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拥有几十万工程师的公司，真的就永远做不出好芯片吗？如果是这样，那三星早就应该倒闭了。但事实是，三星不仅没有倒闭，反而在存储芯片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三星的 DRAM 和 NAND 闪存全球市场份额都超过了 30%， 排名第一。这说明三星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其实并不差，他们只是在先进逻辑芯片上遇到了一些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似乎正在被解决。2025年，三星发布了他们的 SF2 制程，也就是2纳米制程。根据第三方机构的测试数据，三星 SF2 制程的晶体管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毫米 1.8亿个晶体管，而英特尔的 18A 制程晶体管密度是每平方毫米 1.5亿个，台积电的 N2 制程晶体管密度是每平方毫米 1.9亿个。也就是说，三星的2纳米制程已经正式超越了英特尔的 18A， 并且正在无限逼近台积电的 N2。这个数据是第三方机构测出来的，不是三星自己吹的，他不会撒谎。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说，密度高有什么用？良率呢？性能呢？功耗呢？没错，这些都很重要。但我今天不想跟你聊这些，我想跟你聊一个比这些重要10000倍的东西——议价权。你以为台积电的高利润率来自于它的技术吗？错了，台积电的高利润率 90% 来自于它的垄断。我们来算一笔账，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代工一片12英寸晶圆的价格大概是 1.6万美元，而三星的5纳米制程代工一片12英寸晶圆的价格大概是 1.2万美元。也就是说，同样的制程，台积电比三星贵了 33%。为什么客户愿意多花 33% 的钱去找台积电代工？不是因为台积电的技术比三星好 33%， 而是因为除了台积电，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三星的良率低，性能差，功耗高，用三星的芯片，产品会卖不出去。所以哪怕台积电贵 33%， 客户也只能认栽，这就是垄断的力量。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如果三星的2纳米制程良率能达到台积电的 80%， 性能能达到台积电的 90%， 功耗能达到台积电的 90%， 那客户还会愿意多花 33% 的钱去找台积电代工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对于客户来说， 10% 的性能差距完全可以通过软件优化来弥补，但 33% 的成本差距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不景气，所有公司都在砍成本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高通现在正在疯狂评估双供应商策略。高通 Snapdragon Lite 2原本 100% 交给台积电生产，现在他们正在把 30% 的订单分给三星。30% 的订单看起来不多，但这是一个信号，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高通已经不再把台积电当成唯一的选择，这意味着台积电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了一个口子。一旦这个口子被打开，就只会越来越大。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客户开始尝试三星的制程，联发科会尝试，英伟达会尝试，甚至连苹果都可能会尝试。到那个时候，台积电还能维持现在的高价吗？当然不能。为了留住客户，台积电只能降价。降价就意味着利润率压缩。我们来算一下，如果台积电的代工价格下降 10%，它的利润率会下降多少？台积电现在的毛利率是 55% 左右，如果代工价格下降 10%， 而成本不变的话，毛利率就会下降到 49.5%， 净利率会从 32% 左右下降到 26% 左右，净利率下降6个百分点，意味着 EPS 会下降 18.75%。如果代工价格下降 20%， 毛利率就会下降到 44%， 净利率会下降到 20% 左右， EPS 会下降 37.5%。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 TSM 的股价在业绩不变的情况下会下跌 37.5%， 从现在的200多美元跌到125美元左右。这还只是代工价格下降的影响，如果再加上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影响，股价下跌的幅度会更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不是科技新闻，
这是你必须立刻重新计算 TSM 持仓逻辑的信号。但大多数人就是看不懂，他们还在纠结三星的2纳米到底能不能打过台积电的2纳米，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三星的2纳米能不能让客户有第二个选择，只要能，台积电的垄断就破了，只要垄断破了，估值溢价就没了，估值溢价没了，股价就会回归合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科技原理，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这么一条冰冷的赤裸裸的金钱逻辑。现在我们用代码和概率的视角重新给这3个玩家定价。第一个玩家，台积电。过去的叙事是不可替代的绝对垄断，新的叙事是垄断护城河松动，持仓影响是什么？估值溢价收窄。过去市场愿意给台积电30倍 PE， 因为它是唯一的选择。现在这个唯一的选择不存在了，那30倍 PE 还合理吗？25倍呢？20倍呢？你自己算。第二个玩家，高通。过去的叙事是被台积电绑架的可怜虫，新的叙事是获得溢价筹码的甲方，持仓影响是什么？毛利率改善预期。过去台积电拿走了芯片产业链里最大的一块利润，高通只能喝剩下的汤。现在高通可以把一部分订单分给三星，逼迫台积电降价。只要台积电降 5% 的价，高通的毛利率就能提升好几个百分点，这对股价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第三个玩家，三星。过去的叙事是半导体行业的永久失败者，新的叙事是重返高端代工局，持仓影响是什么？供应链重估。虽然三星电子的 ADR 流动性不好，但它的半导体业务一旦翻身，整个韩国股市的估值逻辑都会发生变化。我在这里说一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恐惧是因为无知，真正的风险不是三星能不能做出好芯片，真正的风险是台积电能不能继续定价。过去10年，所有持有台积电的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台积电永远会赢，但市场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英特尔曾经也是不可替代的，结果呢，诺基亚曾经也是不可替代的，结果呢，垄断的好处是你可以躺着赚钱，垄断的坏处是只要有一个对手站起来，你之前所有的优势都会瞬间变成你的负担。台积电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是它的股价已经完全 pricing 了，永远垄断这个预期，只要这个预期出现一点点松动，股价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而现在这个松动已经出现了。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是被叙事带着走，那你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拆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那么作为普通散户，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不会给你任何买卖建议，我只会告诉你接下来你必须盯着哪3个信号。第一个信号，重新审视 TSM 的 PE 溢价是否仍然成立。现在 TSM 的 PE 大概是28倍左右，而英特尔的 PE 是15倍左右，三星电子的 PE 是10倍左右，台积电的 PE 比英特尔高了 87%， 比三星高了 180%。 这个估值溢价是建立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基础上的。如果三星真的能在2026年拿到高通的大额订单，这个28倍的 PE 还能撑得住吗？25倍呢？20倍呢？你不需要立刻卖出，但你必须重新计算你的持仓逻辑。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台积电的 PE 跌到20倍，我还能接受吗？如果不能，那你就应该考虑减仓。第二个信号，观察高通2026年 Q1 的财报电话会议。高通的 Snapdragon Galaxy Lite 2预计会在2025年底发布，而高通2026年 Q1 的财报电话会议会在2026年1月底召开。如果高通在电话会议里明确提到供应商多元化，或者我们正在与多家代工厂合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意味着高通已经下定决心要打破台积电的垄断，这意味着更多的订单会流向三星，这意味着台积电的利润率会开始下降。第三个信号，追踪三星 SF2 制程的客户名单。第一个和三星签约2纳米代工的大客户，就是整个行业转向的风向标。现在已经有传言说，除了高通之外，英伟达也在评估三星的2纳米制程。英伟达的下一代 AI 芯片 GB10B 可能会有一部分订单交给三星生产。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那对台积电来说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英伟达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占台积电营收的20%以上。如果英伟达分担给三星，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会立刻下降，股价会出现暴跌。记住，不要听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做什么。公司的高管会撒谎，他们会说我们和台积电的合作非常愉快，我们没有计划更换供应商，但订单不会撒谎，资金不会撒谎，数据不会撒谎。如果你看到高通把更多的订单分给三星，如果你看到英伟达把更多的订单分给三星，如果你看到联发科把更多的订单分给三星，那你就应该知道半导体行业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了。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我不预测情绪，我只计算概率。台积电的护城河没有消失，它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但它第一次不再是唯一的答案。过去10年，你只需要买入并持有台积电就能跑赢99%的投资者，但接下来的10年，这个策略可能不再有效了。半导体行业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了，大多数人会在这个过程中亏钱，因为他们会抱着旧的认知不放，他们会说三星永远不行，他们会说台积电永远是第一，他们会在股价下跌的时候不断加仓，不断抄底，最后把自己套在山顶上，而少数人会赚钱，因为他们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信号，他们会重新计算概率，他们会在叙事改变之前调整自己的持仓。你想做哪一种人？如果你想做后者，订阅这个频道，我会继续追踪半导体行业的权力转移，我会在第一时间把那些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信号翻译给你听，因为数字不会安慰人，但数字偶尔能救人。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如果涉及金融、法律、税务等问题，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